各位伙伴，大家好，今天要帮各位介绍的一个小动画叫做《日历翻页》的动画设计。就是这几天呢、我课程有一个3天的课程，然后要上总共3天，各6个小时，十八个小时。然后呢，前面2天呢是要做这些事情，最后一天呢要请同学上台，然后在中间呢要请大家交作业。有交作业的，就会那一组会得到每一个人会得到1000分，然后呢，讲师会负责修改。好，那如果说您想要做的稍微再更炫一点，就是让那个日历有做翻页那个动作的话，怎么做呢？我们之前在热键操作里面有用到一个介绍，就是像这个因为我用的软体从2013一直用到目前2021年嘛。这样有一个日历翻页的动作。这个动画呢，其实是用 PowerPoint 里面的叫基本旋转这个东西来做出来的。那我们如果说想要完成的状态是像这个样子的话，好，10月30号要上这2个东西，然后一直翻页翻到11月6号，而且呢，它在翻页的过程中还一直在走动。接下来呢，13号要交作业，最后呢11月20号要上台发表。好，如果你想要做到像这个样子的话呢，那你必须要加上另外一个动画，移动的动画。好，我们来看一下。首先呢，当然是先插入一个圆角矩形。接下来我们到设定图形格式，设定图形格式，按右键。接下来呢，实心填满，把色彩选成红色，然后实心线条，色彩选黑色，那宽度我们选1.5。就会变成像现在这个样子。我们复制一个一模一样的圆角矩形，接下来让右边这个圆角矩形变成白色的，让它当待会要写日期的地方，那红色是要写月份的。接下来我们插入一个矩形，然后把红色你想要留下来的地方，把它留下来，然后其他用矩形来把它挡住。接下来呢，我们就用布尔运算里面的合并图案减去，把它减掉，变成一个小帽子。这个之前我们在日历图标里面都有介绍过了。那我们希望它中间待会会挖洞。如果你直接在这边就加2个圆圈，然后呢就直接用减去把它挖洞掉的话，不是不行，但是呢会留下，你看圆圈这边也会有黑色线条因为它会认定这是同一个形状里面的东西，所以一挖洞这边就有线条。那如果我们不想要有线条的话，但是又希望挖洞，该怎么做呢？那我建议你先把它组合好。接下来呢 ，Ctrl 加 G， 让这红跟白呢组成一个群组。按右键，有一个叫另存成图片，把这一个物件呢，这一组物件呢存成图片。那现在这一张就已经是图片了，然后我们把它插入这个图片，插进来之后，这个时候才放2个圆形过来，然后按用减去，把它挖洞。怎么证明它已经挖洞了呢？你可以测试一下，你看。后面呢是直接看到后面的东西，这个就真的挖洞完毕了。好，接下来我们插入图案，我们要做上面我们希望做这个有一个铁环就是让那个日历可以这样串着像活页本这样一直串着。那我们要先做那个铁环，我们插入圆角矩形，像这样。那我们待会会调整它，怎么调整呢？放大一点。大家都知道这个黄色这边可以移动它可以调整它的圆角的幅度，把它调成有个半圆形。接下来呢，我们到设定图形格式，我们用图片或材质填满，点这个，然后我们插入你想要让它变成的图片，从你的档案里面，那我这边选这个法斯文法斯文，然后按插入之后就会变成像这个样子。各位有没有发现它旁边还有线条？那我们要把线条也处理掉。设定图形格式，选无线条。好，那我们再设定图形格式是，然后我们这是要调它的阴影。点开之后呢，我们选内阴影里面的中间这个叫内部中央。那我们看一下它的变化，会变成像这样，就更有立体感。好，把它放到那个圆洞上面，看起来就很像这个有活页环，对不对？再复制一个一模一样的。接下来呢，我们复制底下这张图片就是把这张图片复制一个到上面去，把它旋转一下，不旋转也可以啦，只是我想要完全对称，把它旋转一下。那
理论上来讲，翻转它会中心点应该是看这边。假设你把它摆下来的话，看这边，为什么要把它摆到铁环上面呢？因为我测试过了，如果你是直接摆在就把这个直接摆在这边的话，直接两张日历纸是直接贴住的话，它的翻页并不会从这边当中心点，而是从这里。你看哦，有没有发现？再看一次。所以呢，它是从这边做翻页，那我们不要啊。可是呢，同样的摆法，如果你把日历纸放大一点，它的翻页就很正常了。你看，就会从这边当做翻页的地方。再看一次。至于为什么呢？目前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如果有同学知道的话，可以大家一起分享一下。但是如果说你希望这么小，但是呢，一样是从这个地方做中心点做翻页的话，那一定要摆成这样子，反正这样子就没有问题了。所以我们就用这样子来摆吧。那我们设定图形格式，就点这边设定图形格式，我们希望调它的透明度，把它调到100，让这一张呢变成100%，100%看不到，就变成这样。虽然看不到，但是其实它还在这上面，所以呢，你可以把这几个物件，两个铁环，还有上面的透明物件，那加上你想要的文字，这些东西呢，全部把它 Ctrl 加 G 变成一个群组，好，这样就变成一个群组了。接下来我们加翻页的动画，怎么翻呢？那个动画叫做新增动画，里面的其他离开效果有一个叫做基本旋转。点下去之后，它预设是水平翻转。我们按确定之后，我们看一下它翻转的状态，它会翻450度，水平的方式做翻转。那当然，你正常来讲，日历不可能这样子翻嘛，那一定是垂直的上下这样子翻动。那我们这边就要把它调一下，到动画那边，这边有一个效果选项，效果选项呢点开之后呢，有水平跟垂直，我们把它选成垂直，它一样会垂直转450度。按下去，我们试试看。好，180、360、450，结束。好，它总共会转450度。那我们希望它不要转那么慢嘛，把它期间调快一点，设定0.5秒就好。看一下，很快就转完了。好，那我们希望呢，它不要这样子转450度转那么多，我们希望它转到270度的时候就已经完全消失看不见的话，该怎么动呢？那你就要去动画里面的动画窗格。然后选刚才这一个10月30的这一个，然后按这个小箭头。效果选项里面有一个东西，预存时间那边，你把它重复设成0.6。为什么要设成0.6呢？因为它转450度嘛，然后乘以0.6，我们是希望它只转270度就消失。如果你这样设定好之后呢，我们看一下它的效果是这样子。再看一次，它270度都不见了。然后它看起来就比较像真实的日历会旋转的样子。好，然后接下来我们希望它从30号这边一直转到11月6号，会做一边翻页一边移动，像这样要有移动。好，那我们接下来就加移动的动画，怎么加呢？到动画窗格新增动画里面的其他移动路径，那当然是向右嘛。接下来我们把向右的这边呢，这个时间呢设定0.3，好，设定0.3，而且把这两个动画基本旋转跟向右的移动呢，把它设定成同时，然后看一下它状况是怎样，会是像这样子，因为现在只有1页而已，所以马上就消失了，所以待会我们要加很多页下去。好，我们总共要有这么多张，总共要有这么多张。1张、2张、3张、4张、5张、6张、7张、8张、9张，总共要有9张，总共要9张。然后总共分三个群这一个东西呢，它是在原本的10月30号底下，我们还有一个10月30号，因为它从10月30号开始翻嘛。但是这边呢，我们就只要加出现的动画就可以了，直接让它出现。好，然后呢，这边的动画基本旋转加向右移动。下一个呢？就是这一个11月6号呢，它有出现，而且向右边移动就好了。好，向右边移动就好了。那我们看一下，把它用对齐，垂直之中、水平之中跟垂直之中，把这9张全部集合在一起，然后呢摆到你该摆的位置。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它的状况。上面这一张只有出现而已嘛，它一出现就会停在这边，然后后面的
就一起跑过来。好，抱歉，再来一次，就一起跑过来。好，那这样子一直到11月6号这个群组就完成了。这边的动画时间呢，我写在这边，大家可以参考啊，用荧幕截图或者暂停的方式做参考。接下来我们希望从11月6号又有一群这个日历呢，从这边11月6号转到11月13号。这一次呢就比较简单，因为刚才这一张11月6号就停留在原地，你就不需要再多做一张11月6号，这一张就不用做了。啊，然后接下来到11月20号，我们先做11月13号的，你看，所以上面这一张就不用再多做一张，只要做这一群就可以了。好，动画呢是一样的，这一群呢做这3个动画，然后呢做一张呢，它只要出现，然后向右边移动就好了，组合起来，然后摆到后面，设定就这样子转过来。接下来我们再从这边到这边到11月20号。基本上做法是一样的啦，然后这一群呢，11月13号的这一群呢，我们的动画摆在这边，6号到12号，那13号这边动画全部在这里。那第3群上面也一样，下面呢动画也都是一样的，做法是一样的，组合在一起，然后摆到后面，往前拉。好，这样基本款都已经做好了，接下来我们只要把的动画时间，这动画时间都一样，都一样摆在这边，提供大家参考。我们接下来把它摆到该出现的位置。好，假设我们待会是要摆在上面嘛，好，我们最后完成的状态要摆在上面。我们先插入一个底图，这是你想要的底图，然后加一张透明的遮罩片做插入插去的从上往下插去的这种动画。那把10月30号摆出来，后面呢那一群也已经准备在后面了。接下来往右走到6号，接下来呢再往13号走，接下来再往20号走，这样子全部就完成了。然后简单的一个日历翻页的小动画，好，那提供给大家让大家做参考。那今天的影片教学就到这边喽，谢谢各位，拜拜。